Hello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90算，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 Toho LateMed 模组 1.2.0 版本的更新预览介绍。首先，依旧是 bug 修正相关的内容，我们修正的刷物品的 bug。在过去呢，玩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刷物品，现在呢，无论是家庭餐、工作餐、回血餐还是游泳进食，这样的情况都不会出现的。下一个是采蜜模式，采蜜模式的话，过去这个文本条件是写错的啊，现在把它修正了。包括女仆会攻击 MEK 的机器人，这个 bug 也修正了。包括呢不死图腾啊，有些模组可以改这个堆叠数的啊，导致这个女仆消耗不死图腾直接吞掉了，这个问题呢也修正了。还包括女仆在钓鱼模式直接粘在这个桌垫上，这 bug 呢也修正了。现在钓鱼模式到了休息时间点，它就会主动的脱离。接下来是五子棋的一个继续强化哦，我们感谢这位作者帮我们修改了一下五子棋的 AI 逻辑，现在五子棋下棋呢会增加一点随机性，避免用重复棋局欺负女仆啊。接下来呢就是本次更新的重头戏了 ，AI 对话聊天。但是我们只完成了第一步，目前只能对特定的女仆进行 AI 对话聊天。那么在游戏内呢，就只有2个女仆了，一个是我们的酒壶女仆，另一个呢是值班女仆。对着她们按下 T 键，可以进行 AI 聊天。那在 AI 聊天对话之前呢，我们要进行第一步设置，配置站点。如果你玩的是服务器的话，那么辅主就应该配置站点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找到本模组的配置文件。这配置文件呢，在我们游戏主目录的 Toho LateMed 文件夹下有这样的一个 YML 后缀结尾的文件，这就是我们的配置文件。打开我们这个配置文件，就可以看到里面呢预置了一些 AI 站点，包括 OpenAI 的官网、DeepSeek 的官网、阿里云的官网，以及我们用的 TTS 的这个网站 Fish Audition 网站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先说一说这3个大语言模型。我们使用的是 OpenAI 的 API， 所以理论上常见的一些大语言网站，比如说阿里、腾讯、百度、DeepSeek， 甚至是国外的一系列的大语言模型网站，都是支持这套 API， 大家只需要如法炮制进行一个书写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国内玩家的话，可能有很多人会用 DeepSeek。DeepSeek 的话，目前有一个 bug， 它在输出 JSON 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，所以 DeepSeek 很容易触发这个 bug。我个人用的话是阿里云的通义千问，它呢也可以注册，注册以后呢有200万的一个免费额度，可以使用一下这个 API Key。当我们从这些网站获取到了 API Key， 我们就把它填写到 API Key 这一块。注意这个 API Key 就像你的密码，千万不要把这个文件分享给别人。你在导出整合包的时候也注意删掉这个配置文件。下面2个呢是我们的音频生成网站，我们用的是 Fish Audition。Fish Audition 的话，目前推荐用这个 CN 结尾的，这个旧网址的话好像目前是访问不了了啊。它的网站呢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想要找一些模型呢，就可以点一下这个发现，点进去呢会是这样的一个界面，我们随便选一个人进去，就可以看到这上角呢有这样的一个 ID， 这个 ID 就是对应我们的模型名称。同样的，它也是需要注册才能有 API Key 的，不过额度的话也还算比较便宜。现在呢，我们把我们的 API Key 写入我们刚才的配置文件呢，接着我们进入游戏，只需要输入 TLM AI Chat Reload 指令，就可以重载相应的配置文件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跟女仆进行对话了，摁一下 T 键，我们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对话，来试一试。Hello, Master。这个延迟呢，跟你的网络也多少有点关系啊。我目前测试的延迟基本上在5到10秒以内。然后呢，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设置。刚才我们修改的这个配置文件，不是提供了很多站点和模型吗？如果辅主把这些东西配置好了，那么客户端的玩家就可以进行选择。比如说，我们选择阿里云，选择阿里云的某个模型，设置聊天温度，也就是女仆说话的随机性，选择 TTS 站点，选择 TTS 站点这个语音模型，这个也是由辅主进行配置，我们可以进行选择的。
最后呢是一个语音输出的语言类型，我们可以让它来说中文。然后呢，我们点击一下完成并退出，那么这个女仆的设置就根据我们刚才的设定来了。我们这时候再跟她进行一个对话呀。主人好呀，今天天气真不错呢。还是不错的啊。我们来试试这个纸板女仆。She? Did I trick you, Master? 那接下来呢，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增加自己的设定文件？当然可以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找到我们的女仆模型包，也就是 Minecraft 下面的 TLM Custom Pack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下。我们在这里面呢，找到这个 Gecko Lab， 然后这里面就有 Settings 文件夹，这里面就可以找到2个 YMM 文件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设定的酒壶和纸板壶的设定文件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复制。复制好了以后呢，我们挪到我们的配置文件夹下，找到我们的女仆模型文件夹，可以看到下面也有一个 Settings 文件夹，我们将文件粘贴进去，然后打开。这里面呢，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设定文件。首先呢，这里我们可以设定这个设定文件能够用于哪些女仆，所以这里面需要写上这个女仆模型的模型 ID。接着下面就是我们所有的模型人设内容了。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是用这个井号加大括号括起来的。我们这个文件里面罗列出来就是目前所有可用的替换文本，这些替换文本在游戏内呢就会被替换成我们游戏内的文字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女仆能够获取到游戏的时间，自己背包里面有什么，主手和副手拿着什么东西，都是通过这样的提示词来获取的。所以你可以在这一块随意的进行一些修改，按照我们的提示来做就可以。做好了以后呢，依旧是在我们的游戏内输入我们的重载指令就可以了。这个同步的人设文件是会同步到玩家的客户端的，所以玩家呢也可以直接用相应的内容，不需要辅助去把这个文件分发给玩家。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YSM 渲染的支持，因为呢在上一个视频中我们已经介绍过渲染的使用了，这里就不再多说了。就是你使用最新版的 YSM 和女仆以后呢，在这一块就可以选择给女仆替换上相应的模型。接下来是 OPUS 音频的一个支持，我们在最新版本呢支持了 OPUS 音频格式，这是一个压缩率非常高的音频格式。利用了这个压缩率非常高的音频格式，女仆模组的体积从18兆缩减到了现在的11兆，效果非常明显啊。下一个是女仆相关的配置，我们新增加了一些配置，全局女仆声音频率和全局显示聊天气泡，可以控制所有女仆说话的频率和所有女仆是否显示聊天气泡，这样子不用一个一个去修改了，而且这个数值呢还会跟每个女仆默认的一个数值进行相乘。最后是一些模型更改相关的内容，我们更新了2个育碧的模型，我们还新增加了一些新的模型，比如说茉莉莎、林梦还有公出口瑞林的林梦，还增加2个 MC 大电影会出场的角色。那么这就是本次更新的全部内容。